Hello，大家好，我是九九，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1+1，还有九九健康咖双频道同步直播。那今天呢，这还是要提醒大家，节目开始之前呢，因为九九有一个新的频道叫九九健康咖，那希望大家呢，我们会邀请到在过去的健康1+1节目里面的大咖专家，然后来参加这个九九健康咖的节目。所以呢，希望如果您想要更了解更多的有关最新的一些医疗资讯啊，或者一些保健啊、保养的养生的一些方法，不要忘了订阅九九健康卡，把这个频道建立起来，让更多人在健康上受益。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其实要谈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就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验？你躺在床上，你翻来翻去，哎，就是睡不着。那我听说有一些人啊，甚至他会失眠到痛哭，然后还有最后还要靠安眠药，严重的需要靠酒精。那我想呢，其实失眠跟压力、身体脏腑失衡都是有密切相关的。我想现在你也可以告诉我说，你有没有失眠的经验，或者你正在面临失眠？那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要来揭晓一个简单按摩我们头顶上的一个神秘的一条线，可以帮助大家逆转失眠。那同时呢，很多人也会说啊，试过各种方法泡脚，很多人会泡，对不对？但是要正确泡有效，要怎么泡呢？还有些人想要说，我不想吃安眠药，想要自然入眠。那这样子的话，到底怎么做呢？如果你也想知道怎么样一夜好眠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直播。那在开始之前，还是再提醒大家哦，记得订阅九九健康咖这个频道。好，那今天的直播间呢，赶快来欢迎我们的大咖专家，就是宜生中医诊所院长，他是教授级的吴宏前医师。吴医师，吴教授你好。舅舅好，大家好。啊，看到吴教授真的很开心。其实我知道吴教授真的非常忙，他刚才我们在直播之前还在聊，他现在真的是很多快要变成网红级的这个医生。我说你本来就是网红啊，因为其实很多节目都希望他能够邀请到他来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健康啊，有关于养生的一些智慧。所以今天九九健康咖的朋友真的很有福气。好，OK，我们现在话不多说，要请教吴医生，因为现在这个睡眠问题的人有越来越多，有的人真的一躺到床上就睡不着。那我听说过，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失眠到都痛苦到哭了。所以我先请教一下吴教授，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过一些严重失眠的案例？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有啊，我遇到一个，其实最严重的就是他因为生意失败，然后嗯，呢，还有这个，因为他老婆又得了癌症，所以他整个人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消极，然后他每天都睡不着，甚至他去找精神科医师，要吃到4颗的安眠药，就是睡前哇，除剂量很除了白，重哎。对，除了白天吃的以外，他嗯，睡前还要吃到4颗的安眠药。然后他还要接触高粱酒，他一定要喝大概一瓶高粱酒。我说这样太危哦，险了吧，这对，样子可能会还没有失眠死掉，然后就因为肝发炎死掉了。所以其哇哦，实后来其实我们透过一些中医的方法啦、按摩的方法啦，哎，慢慢的就把他的酒啊跟他的安眠药整个都戒掉了。所以哇哦，整个都戒掉啊！对对对对。哇哦，哇，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我想，其实我们之前也是听到，就是您刚才提到说要喝高粱酒，我们之前有听到那个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艺人，那他也是说他要喝烈酒，非常烈的酒，后来就得了那个食道癌的前期嘛。所以对对想说，对，其实吃安眠药加酒真的是相当危险。那我想今天是。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节目来帮助大家能够睡得更好。其实不管我们是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翻很久，或者是说我们整个晚上都失眠睡不着，或者是有一些晚上会夜起，那夜起当然跟这个不太一样。我们先讲一下失眠的部分。其实不管你怎么样，你睡眠失眠或者是睡眠有问题，都让人家非常痛苦。那其实，在临床上，就是教授，你有没有遇过很多人失眠？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才会造成失眠呢？其实临床上失眠的病人真的很多啦。那我们嗯，在台湾统计，大概3个人
就有一个人有失眠的这个经验，所以把台湾的整一年吃的这个安眠药，所有这个失眠的病人吃的这个安眠药，把它连接起来，竟然可以绕整个台湾一圈好几圈这样子。所是，以对那个安眠药的用量其实是很高的。那我们嗯，看到的原因，第一个大部分都是压力啦。那压力在我们中医里面，我会把它归为4类，一个就是肝气郁结、肝火上炎，那另外一个就是心脾两虚，或叫心肾不交。那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稍微讨论一下。那第二个好，比较常见的原因呢，就是一个生病的关系，比如说他是嗯，中风，然后他大脑失调了，所以他会日夜颠倒。那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他有这个自律神经失调啊，或是他有这些忧郁啊，或恐慌啊，或焦虑这些问题，它会造成这个失眠的问题。那其实是，第三个也是我们临床上很常见的，比如说他睡前有非常不好的这个习惯。那现在所有的研究都发现呢，我们睡前使用3C，比如说电视、电脑或是这个手机，因为这些东西它都有蓝光，那所以用的这些含有蓝光的这些东西呢，我们睡觉的时候，它的褪黑激素就不分泌了哈，还有我们的生长激素都不分泌了，所以其实我们睡前要尽量不要用这个3C 的产品。那你看，像我自己都还我自己都随身携带一个抗蓝光的一个眼镜，因为哦，我的眼睛其实非常的好，我的眼嗯，睛其实没有近视，没有老花哈，所以但是我自己保护眼睛保护得很好，就是我在外面一定戴一个这个太阳眼镜，然后在室内只要我用3C 的话，我都会用一个抗蓝光的眼镜。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睡前很多人喜欢运动，因为他白天上班没有时间运动，所以他们变成会在睡前做一些比较剧烈的运动，比如说踩脚踏车啊，或是嗯，走路啊、快走啊这些东西，或是游泳。那其实这一些呢，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特别的兴奋，所以我在交代我的这些失眠的病人呢，尽量叫他们不要在饭后或是睡前做一些剧烈的运动，这样子。是。其实刚才吴教授你讲到好几个点，我觉得都可以进一步深谈。比如说你刚刚讲到，我们真的饭后啊，或者睡前就不要做一些剧烈运动。那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些医生啊，他就说，其实有时候他必须要舒压嘛，他舒压他就会做一些重训。那我觉得重训那反而好一点。当然，如果你可以白天运动的话，我觉得是更好的，就不要拖到晚餐餐后或者是睡前1、2个小时。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精神亢奋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反而会睡不着。那还有一些真的是，比如说喝咖啡啊，喝咖啡也是会。那您刚才提到有一个眼镜。因为我刚刚看到你拿的那个眼镜是黄色的镜面，可是，一般我对对对。们抗蓝光好像很多，我们市场上看到的很多是绿色、那蓝色的，那是不是黄色的更对于抗蓝光有更好的保护作用？因为你刚才说你没有近视、而且你没有老花，哇，对对，这个这个我们改天很保养的很好。对，我们再用一集再来深对，我觉得谈这个。这个真的是要谈一谈，因为大家都会因为想问。它其实抗蓝光眼镜有2种，一种嗯，叫做吸收的，我们的一般近视眼镜跟这个远视眼镜、老花眼镜呢，你如果用这个黄色的，他们会觉得所有的视野都改变了，所以他是们尽量用那种吸收的。那这个就是把它阻隔掉隔的，就是把绝的，蓝光整个隔绝掉的。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抗蓝光权威清大的教授他所创的。那他跟我同时上这个健康节目的时候啊，他马上试验给我看，他用一个光哦，谱仪，然后用手机的光照进去，然后透过这个镜片以后，那个蓝光完全被吸收掉。哇所以我就直哦，接跟他购买这个抗蓝光眼镜，那发现我戴了这几年来，发现效果真的不错。因为我大概用我病人比较多，所以我大概从早上如果看电脑到晚上6、7点的时候，我的眼睛会很刺痛，已经有是的，类似那种干眼症的情形了。但是自从是。我戴了抗蓝光眼镜以后，就从来没有这个情形发生的，所以我想这个一定是有它的疗效。是，我觉得吴教授你这样一讲，
我个人会想说，那个麻烦购买链接帮忙发过来一下，如果有人需要的话，我想很多人应该会问啊。那还有，因为我刚刚看这个 Andrew， 他就说啊，我会听一些无聊的语音帮助入眠，就像上课会打瞌睡那样子的。当然，这个我想很多人可能有相关的建议，我也欢迎观众，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就是容易入眠的方法哦，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因为我讲到入眠的方法，因为很多人睡不好啊，也就会想说，啊，我们在睡前泡澡或泡个脚，就让自己可以放松啊，睡更好。所以这个泡脚跟泡澡，你会建议吗？泡澡跟泡脚一定要找对时间，就是说，哦，我们一般所有的书上建议就是说，不管泡澡泡脚，都建议在饭后2个小时，因为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血液会跑到我们的肠胃里面去帮助消化。可是呢，你如果在吃饭后马上去泡澡或泡脚的话，其实会有消化不良的情形。那另外一个，一定要在睡前的2个小时去泡这个泡澡或泡脚。那泡澡跟泡脚睡前2个小时，因为你如果太接近的话，你泡的时候交感神经太兴奋的时候，其实会造成你突然会没办法睡着。那嗯睡前2个小时，它的用意就是说，它赶快把我们的整个脚的温度或身体的温度提高，提高以后它会流汗，然后散热，然后散热了以后，它会把我们身体里面叫核心温度跟体表温度会拉得很接近，然后把核嗯，心温度拉得很接近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快会进入睡眠的这个状态。那泡的时间呢，其实就是最好就是控制在10到15分钟就好了，因为太短没有效，太久呢，它反而会有不好的效果，所以一般会控制10到15分钟，疗效会最好。然后水温呢，大概最好是在40到42度，因为太低没有效，太高呢其实容易烫伤。所以这个嗯。温度、时间，还有睡前那个2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是，我想刚才如果你觉得你泡脚没有感觉没有效的话，应该是这样说。如果你觉得你泡脚没效，可能就是你泡错时间，或者你的水温、你的泡的时间可能不够或太长。那还有因为一般人泡澡或泡脚的时候，就想说，哎呀，加一点东西进去，好像感觉比较有效，比如说盐巴啊、姜啊，或者是一些药草，你会建议吗？诶，可以的。其实，如果说我们一般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光泡热水就会有效。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我们只是为了要把核心温度跟体表温度快速的把它拉到一样的时候呢，那它就会进入睡眠的状态。那如果说以我们中药来讲的话，其实有一个对睡眠很好的叫做酸枣仁哈，所以我们建议大概用酸枣仁5钱，如果以克数来讲的话，大概15克。然后我们把它煮开了以后呢，再让它滚了个大概五分钟，五分钟以后呢，然后把它倒到泡脚桶，但是注意不要烫伤了哈，你一定要把温度大概调在就是原来的温水跟这个热水调到40到42度，才是一个比较好一个泡脚的温度。那这是用酸枣仁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很简单的，如果说你没有酸枣仁的话，其实你用一个薰衣草精油呢滴到水中，它也一样会有一个很好的疗效。但是薰衣草一定要用类似像普罗旺斯的呢，当地的，因为薰衣草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英国跟美国的高阶芳疗师的这个执照啦，那哦，我们发现在一个很适合的温度，还有嗯。这个湿度，还有土壤，它长出来的植物才有它的疗效在。所以，比如说啊，普罗旺斯的这个薰衣草，其实还是最道地的、最有效的薰衣草。那你如果买一个，比如说啊，在比较不好的湿度、温度跟土壤种出来薰衣草，其实我们发现它是没有效的。所以你记得，就是说，我们用薰衣草精油或是用酸枣仁，它都有一个安眠的一个效果。是，刚才教授您提到这个薰衣草精油，如果我们买到不是这种比较高品质的这些精油的话，可能其实不只是没有效。我知道有一些像在美国也有很多像有一些薰衣草啊，或者是有一些精油好了，就是各种不同品牌，那都会有出现精油出现问题，就是你点了之后对你的身体伤害是很大的，还对，不只是比如说无效。
对，其实如果你不用精油，而且你用的是类似香精的，它可能添加有很多化学的物质。第一个是的，像我自己，我只要闻到香精类的东西，我就会打喷嚏了。所嗯。以还有对身体会有一些其他更不好的影响，所以一定要找比较可靠的，然后比较可靠的来源，比较大的厂牌，然后比较道地的这个精油才是对身体比较好的。是，所以真的千万不要就是随意去买，就这个便宜，或者甚至有些你不要觉得它可能有时候贵，它不一定是真的是有品质保障，所以大家还是要多一点下一点功夫。那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谈谈精油。那有一个问题哦，像我们在泡脚的时候，就是因为中医都有讲说我们可以按一些穴位啊，那是不是可以加上一些穴位按摩，更容易让我们的入睡呢？对，那一般其实我们在泡脚里面，其实就会泡到这个太冲啊、涌泉啊、跟太是，溪啊，本来就会有效。那另外一个，我们耳朵里面有一个很有效的哈，一个叫做耳神门。那耳神门呢，就在我们那个三角窝的尖端的那个哦，地方哈，是比如说这个图上面三角窝的这个尖端呢，其实就叫耳神门。那耳神门呢，其实我们一边泡脚的时候，就一边这样子，一只手指在嗯，前面，一只手指在后面，然后这样哦，压着耳神门，这样子揉按它，揉按它，甚至你可以加一点点像薄荷精油或薰衣草精油在耳神门的地方，然后顺便再加揉按的方式。哦，这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边泡脚，因为我们泡脚刚刚有提到了太冲、涌泉、太溪就已经是很好的安眠穴了。然后我们嗯。耳朵里面又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叫耳神门，这是全世界最有名的耳穴哈，世界卫生组织定下来的一个安神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穴位。所以你一边泡脚的时候，刚好手也不要闲着，就顺便按摩一下这个，然后一只手在前面，一只手在后面，用旋转式的按摩的方式，这样子就会有很好的安神的一个效果。哇，其实我觉得吴教授啊都有很厉害的这种各种穴位不同的按摩，然后尤其是耳穴。上次我们也提到过有关于耳穴的保养，如果想要了解更深入的话，可以回去看那一集的重播。那我们听到这个穴道按摩，其实我想医生您在治疗失眠的部分真的很有经验，因为您也曾经发表学术论文，在临床上按摩有很多穴位组成的，叫做乾坤线。那这个乾是。坤线可以治疗失眠，而且效果非常的显著。我想这个还好像有一点神秘哦。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乾坤线究竟在好。人体什么位置？嗯它就是在我们的耳朵的后面，因为耳朵后面有一个凹窝，那个地方就叫做翳风穴哦，那个翳风嗯，穴。然后呢，再来我们往耳朵后面哈，在头发上面呢，那边有一个凹窝，那个叫风池穴哈。那嗯，其实你如果没有学过穴位的话，其实不太好找风池穴，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先把穴位介绍一下，我等一下再教你怎么样简单的找这一条线。那翳风穴呢，跟风池穴的中间就叫做翳冥。那翳冥跟翳风中间叫做安眠一。那翳冥跟风池中间叫安眠二。所以这一排呢，刚好有5个穴位，其实还加腕骨穴。腕骨穴就是乳突后面一个穴位，也就这一区呢都是安眠的穴位。这是古人发哦，现的。可是我们嗯。现代医学去发现，竟然在耳朵后面呢布满了这边迷走神经。那迷走神经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安眠的一个神经。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刚好我把它命名叫乾坤线哈，因为我认为日夜颠倒的人呢，我把它扭转过来，可以扭转乾坤呐、然后又偷偷的把我的名字给放进去，所以叫做 哦，就是因为您发现的这个穴位是吗？然后他就是用您的是是，名字命哦，哇，所以我把它命是，名叫乾坤线。那其实最好的哦，找的方式就是，你先找到耳垂后面有一个凹窝，刚好在我们的那个乳突跟这个下颌骨后面有一个凹窝，就在耳垂的后面这个凹窝。然是，后呢，风池穴不好找，所以我教病人很简单，就从翳风画一个水平线，直接到达头发的地方。嗯，好，我们就画一个嗯，水平线到头是，发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就从这个耳垂
擦个薄荷，擦到头发水平哦，擦到头发这样来回5次。你用薄荷精油也可以，但是我们发现有少数的人1000个里面呢，会有1个人对薄荷会过敏。那他擦薄荷呢，会整个发炎起来。我曾经哦，看到最严重的，因为我行医30几年，那我看到最严重的就是皮肤擦了薄荷竟然起水泡了。哇哦，如果说真正对薄荷过敏的人呢，其实你可以换一下，就是你用这个薰衣草，我们刚刚讲的薰衣草精油，买好一点的薰衣草精油，就是从耳垂到头发的地方水平来回推5次。嗯，躺在床上的时候，这时候刚刚我们那个是在泡脚的时候按摩耳神门，但是我们这个按摩这个乾坤线，还有按摩这个印堂这个地方是躺在床上。就是你躺在床上都已经躺平了，然哦，后从躺平的再按，对不对？对对比较躺平方便。的时候，对对对，这个地方，嗯，这个地方这样来回推5次，是然后再用一个薄荷，从这个地方我们两眉之间叫做印堂。是，然后推到这个发际的地方，因为这个两哦，眉之间在中医里面叫做心区，这里嗯哼，是肺区，这里是脾胃区，所以从嗯哼，这个心区推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心神，就是我们的发际下面这个地方叫心神，从心神推到心区，这样来回5次。那这个在西医里面他们这里认为是比较接近松果体的地方，所以也有是的，很好，因为在我们很多的书上也认为这个印堂穴也有很好的安神的一个效果，所以你记得这边就来回推5次，用嗯，薄荷来回推5次，然后你会觉得非常的凉凉凉的，然后你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它会有哦，一点凉凉的。那如果是嗯薰衣草的话，它会有点香香的。那再嗯来就是说，我们躺下去按摩完以后，其实最重要的要做一个叫做呼吸啦，深呼吸。嗯。我们等一让下再讲。自己静下来，是。不对，过吴教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按摩这个乾坤线呐、还有这个印堂这边啊，就是心神区。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观众说，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薄荷？那我想加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好的薄荷？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其实薄荷我们嗯，坊间在台湾的，其实说你像古时候的那个药局，你可以买到类似像薄荷棒，有没有？哦，薄荷棒然后现在是，它其实我们台湾其实也进口了很多有的百灵油，百灵油就是德哦，国的百灵油，是的，但是德国的百灵油在我们台湾说可以食用，但是我个人比较不建议啦，因为我发现我去德国玩的时候，德国的百灵油是不建议食用的啦，所以你就用百灵油那种滚珠瓶，有没有滚珠嗯，瓶或是一般我们那个阿嬷或阿公他们在用的那个薄荷棒，那个也可以，或是你用你比较喜欢的，像是绿油精或是万哦，金油，其实嗯，都可以，都是。可以。那直接就插在这个地方来回5次，然后耳垂到头发水平的地方来回5次，这样子就可以了。嗯嗯，哎，不过吴教授，我有一个问题，因为通常我们擦薄荷棒啊，或者是万金油啊等等的，其实就很容易让我们会觉得好像精神比较好。那我们是在躺下去的时候再来擦，还是说，比如说睡前大概多长的时间来擦，会比较起到安心入眠的效果？对，我是建议，其实很多人都以为说它擦了会特别兴奋，其实不会，因为薄荷哦其实有调节交感跟副交感的一个作用。我们哦，身体交感太亢奋的时候，就会很兴奋，没办法睡着。那如果副交感提升起来以后，它达成平衡，就会进入睡眠状态。所以我都建议躺下去的时候再擦这个薄荷。可是还是有病人跟我说，他躺下去擦薄荷以后比较兴奋。那如果有这种情形，比较兴奋的，或是有过敏的人，你躺下去的时候就擦薰衣草。嗯，所以就说，如果您觉得您自己是比较容易兴奋，或者我想就是您可以选择薰衣草或者是薄荷，我想或者您两个都试试看。如果您不是特别对薄荷过敏的人，我自己都想试试看。好，那我们接着下来讲，请教一下，就按完这个乾坤线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比如说
要做深呼就是吸吗？躺在床上深呼吸，或应该者是是说，安静？我们再改一下那个顺序，就是说，我嗯，们先这个泡完脚以后，然后是，再做一个伸展运动。我们就是把脚呢跟手呢，就尽量上下的牵引，躺在床上的时候做伸懒。哦，其实你会发嗯，现呢，我们自己伸懒腰的时候呢，就会打哈欠了。哦，比较那在放松，日本的研究其实也发现，然后日本的医科大学研究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伸展的时候呢，那就会刺激到全身的这个肌肉的里面的副交感神经。那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只要把副交感神经拉起来，跟交感达成平衡的时候，它就可以进入睡眠的状态。所以我嗯，们在泡完脚以后，你躺在床上，你就可以往上拉，拉个数到5秒，1、2、3、4、5，然后总共拉3次到5次。那其实你就会感觉要打哈欠的一个感觉了。所以其嗯，实，在泡完脚以后，躺在床上可以先做伸展运动。其实我自己写了一本书，叫做《一招伸展》，因为我坐骨神经痛，我拉到都好了。那有时候我躺哦，在床上拉，其实我拉到一半就睡着了。所以哇哦，伸展本身就是一个睡眠的一个非常好的睡前的一个仪式哦，所以用这嗯，个伸展运动，然后伸展完了以后再擦薄荷，再擦完这嗯，个往上往后面推，这样5次以后呢，然后开始要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因为其实我发现所有失眠的病人都是会胡思乱想，都是会胡思乱想。然是，后呢，其实我教他们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就是做深呼吸。嗯，哦，做深呼吸。那一般我们人在打坐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嗯，眼观鼻，鼻观心嘛。那其实他们就是在注意，就是这一个空气进出我们鼻孔的这个声音，你可以吸深一点点，比如说这样。然后慢慢慢慢，而且要慢哦，你慢慢的吸，吸深一点点，慢慢的吐，然后你去听，用耳朵去听你鼻孔的那个空气进出的个声音，你要注意去听这个声音，然后听这个声音呢，其实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在打坐的时候在做的动作，也就是说，眼观鼻，鼻观心，其实就是注意风门的这个呼吸的声音。如果你嗯，胡思乱想，你再把它拉回来听这个声音，可是病人就哦，会说，那我就整夜就在那边听这个声音，整夜就睡不着。其实不用担心，我就说，其实你整夜如果真的有在深呼吸的时候嗯，呢，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氧气了，你根本不用担嗯，心你明天没有这个精神去工作。结果很多病嗯，人听我这样安慰以后呢，从此以后他就一觉到天亮了。哇，而且太像，棒了，对对，像我自己有时候比较贪杯，喝了5、6杯的这个咖啡哈，会哦，睡不着。那睡不着，其实我就用这个听呼吸的声音。那听呼吸的声音就是，其实你还有一个方法，我都教病人，嗯，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的，你耶稣基督也好，圣母玛利亚也好，哦，你是道教的也好，你是佛教的也好，你心里就是在做深呼吸的时候，你心里就想一个佛号就好了。比如说你想耶稣基督也可以，圣母玛利亚也可以，就是好像放录音带一直在那边，在你的像我就是南无观世音菩萨，或是南无阿弥陀佛，就一个佛号就可以了。那嗯，其实，因为所有的研究都发现，你在一个唱诗歌的一个环境，或是你在念佛经的唱诵的一个环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共振的磁场。那嗯，你在有一个佛号在你的大脑里面旋转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共振的一个磁场。然后是，你又在做这个深呼吸的时候，哎，我们的大脑得到氧气了，它会分泌镇嗯，静安神的东西。然后你深呼吸的时候，内脏又被扩张，那内脏有很多表面有非常多的副交感神经，所以内脏被扩张了以后呢，然后大脑又很好的一个佛号在做共振，其实很快就会进入睡眠状态。其实我个人目前呢，很少听我神的呼吸失超过败的，10次的，哎，超过10次的。真的大部分不会超对过10次，严重的失眠也都有效是吧？
对对对，严好重的会吸久一点没有关系，但是，OK，就是很多人他会说，我深呼吸到一半会胡思乱想，其实不用担心，你再嗯，把它拉回来，听深呼吸，再想一是。个你的佛号，这样子就可以了。嗯，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啊，现在因为世界上失眠的人真的很多，各种方法大家都用过，可是我真的第一次听到像吴教授这么深入的告诉大家，你有一个步骤，你可以先去泡脚，你要可以按穴位，然后再躺在床上按这个乾坤线，然后不要忘记，你如果喜欢的话，你可以用一些薄荷啊，或者是说用薰衣草棒来去做这个，让你精神更放松，然后再来记得听自己的呼吸。大家不妨今天晚上，台湾时间已经是晚上了，大家今天有失眠的朋友，不妨试试看。麻烦你明天早上起床之后留言告诉我们你自己身体力行之后的最后结果到底是怎样。好，OK，那我想，其实每次吴教授啊，您除了会分享你的很多的配播，然后还有分享很有用的食疗。那关于失眠，我想其实市场上有很多啊，吃这个也可以入睡，吃那个也可以入睡，什么营养素各种的。但是药膳的部分，您可不可以推荐给大家？有什么样饮食，我们到底可以平常多吃一点，然后让我们的失眠状态可以获到改善呢？好，那我比较推荐的就是富含这个色氨酸的这个食物，因为我们嗯，在所有的研究都发现，色氨酸呢会转变在我们身体里面会转化成血清素，然后血清素呢它本身就有治疗这个忧郁症啊，还有这个躁郁症的这些病人，然后血清素呢在我们身体里面又会转换成褪黑激素，所以现在在褪黑激素呢，在整个很多的市场里面都在卖这个褪黑激素，但是褪黑激素有一个缺点，就是慢慢的吃的量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我哦，反而比较建议，就是说你在白天吃，大家记得不是在晚上吃，因为晚上吃的时候你根本来不及消化，来不及吸收，所以它不会转换成这个褪黑激素。所以呢，你尽量在白天，特别是早上或中午吃。比如说，我们举这个香蕉哈，香蕉就是说它富含色氨酸，但是那记得它是在香蕉皮的那个白色的那个丝里面，所以其实每次吃香蕉，你要记得把那个皮的丝把它吃进去。我们古时候说，失恋要吃香蕉皮，其实是真的，因为香蕉嗯，皮现在现代的医学已经把香蕉皮拿来萃取做成这个忧郁症的这个西药了。哦，所以哦，香蕉的我们不只吃香蕉，还要把香蕉皮那个丝给吃进去，那个是嗯富含色氨酸，你吃了以后感觉涩涩的，有没有？那个嗯，香蕉皮那个丝。那另外像开心果啦，腰果、核桃、芝麻、南瓜子，这个其实都可以帮助这个色氨酸的这个吸收。那另外呢，像优酪乳啦、优格啦，或是鱼啦、跟海鲜啦、跟巧克力，啊，记得都是在哦，早上或中午吃不要在睡前吃，因为睡前吃呢，我们肠胃在蠕动的时候呢，那特别尤其消化不好的人，在古时候讲会叫做胃不和卧不安，所以我们嗯尽量你睡不好的人，其实尽量不要吃宵夜，除非有一种人他是饿到睡不着，那你就要吃点东西才去睡嗯，不然我们不建议就是你睡前吃一些东西，它会造成这个失眠的情形。好，这是是。富含色氨酸的这些东西啦。哎，刚才您提到像这个牛奶、优酪乳等等优格，我想大家都知道，像比如说哈，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巧克力，我就想要进一步了解一下了。巧克力它有分各种不同的浓度嘛，所以请问一下，含多高浓度的，像黑巧克力呢，还是说，哎，就牛奶巧克力也可以呢？其实我们建议还是，比如说85%以上的哦，这个黑巧克力，它的色氨酸含量会比较高一点点，就嗯，是浓度比较浓的黑巧克力效果比是。较好。是，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要养生，很多人就说这种各种不同的研究，就研究巧克力啊，可以帮助你如何如何，巧克力可以帮助你，比如说刚才入睡，其实都不是讲那种甜度很高的巧克力，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哦，要记得刚才吴教授讲的。85%以上的巧克力比较合适。好，那另外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是比较严重，因为我发现有些人真的是很严重，他们就是长期失眠，然后其实
其实坦白说，刚才您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个失眠安眠药啊，已经可以绕台湾好几圈，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安眠药对我们的身体的副作用还是蛮严重、蛮强的。那有些人他真的是长期失眠，除了刚才教授您讲的这些方法，那在中医里面，如果他像这种已经吃安眠药吃很久了，那我们要怎么样？中医可以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来做于治疗呢？好，那我设计的一个养心安神汤哈，那嗯，它的成分内容是这样子啦哈，酸枣仁15克，然后川穹5克，茯苓10克，知母10克，夜交藤15克，红枣6颗。然后呢，这些的药材把它加1500cc 的水，把它煮开以后呢，再煮3分钟熄火，然后放温以后当一天的开水饮用。那这些药呢，本身就有很好的养心安神的作用哈。那它这像酸枣仁就是养心安神，川穹呢就是有祛风寒、把血液带到大脑的一个作用。茯苓有利水，知母有安神，夜交藤也有安神。那红枣有补血的作用，所以这个呢可以当做药膳来喝。那如果说你喝的药膳又用了这个按摩的方法没有效的时候，那哇，你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来帮是，你的忙。哦，嗯西药、中药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在吃西药去找中医师的时候呢，像我，绝对不会叫病人把西药直接停掉，因为西药有很多镇静安神的东西，它是对神经的作用。如果你嗯，直接把这个西药直接停掉，那会造成反弹性的失眠，会有严重的失眠。所以记哇，得你在用中药调理，或是在你用这个穴位按摩调理的时候，当你越来越进步的时候，你一定要渐进式的请西医师帮你慢慢的减药，你不要一下子自己就停药了，那你整个会反弹性的失眠很厉害，所以这个是重点，大家一定要记得它，就是说你在吃西药的时候，它不是不好，因为我们长期吃某一些药，它才会有副作用。可是，在短时间内，你如果有重要的事情，你不让他睡着，你没有办法去应付那个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其实嗯我个人并不排斥吃西药，但是你嗯，要记得吃西药也不要。病人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今天睡不好，今天吃，我明天睡好不吃，然后是，一下子吃，一下子不吃，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失眠。这是第一个，哦，不要是有时候吃西药，有时候不吃西药。另外嗯。一个，不要自己立即断药啊，请医师慢慢渐进式的帮你断药。然后同时呢，你可以配合中药，然后慢慢调理，然后慢慢的再把这些西药给戒掉，这样子你就可以靠自己就可以睡着了。我想刚才吴教授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流程，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在做西医的治疗，您可能要找您的中医生，或者是比如说刚才今天吴教授说的方法，您都可以试试看。但是呢，你如果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问题，你还是要不能把你自己的药停掉，因为这样子可能您刚才提到的会造成严重的失眠。我想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反弹作用。那很多人其实不只是安眠药啦，或者是说不只是一些疗程，很多人会自动的去停自己的药，其实这样子对我们的身体反而是一种伤害。这自行停药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事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大家也想知道啊，说那吴教授，比如说我们去看中医啊，那这样的疗程，我们大概需要多久才可以帮助我们？就您刚才提到很严重，比如说他要喝1瓶的高粱酒，您治疗多久可以让他就是恢复健康？比如说还可以把这个药物停掉呢？其实如果说他只有短暂的失眠，嗯，短暂，比如说他可能只有1、2天，或是这个礼拜失眠，通常1个月内呢，大概就可以治好了。可一是个月，他如果像刚刚那个病人，他可能吃的哇哦，西药已经吃了20年了，那哇绝对没哦，有那么快。通常我要叫他给我半年到1年的时间，甚至要嗯，2年的时间，才能慢慢的把他哦，那个药慢慢的戒掉。所以其实嗯不要太快了哈。如果你吃安嗯眠药真的一段时间呢，我想最短的时间要给我3个月，或是给中医师3个月的时嗯。间，他才能慢慢的把你的西药给减掉。
我想这个时间点啊，治疗的时间非常重要。当然有分深浅的，就是你的症状啊，或者是你已经服用西药多长时间，我们要有一点耐心。其实很多人就是在中医治疗上面会不太有耐心，因为觉得哎呀，我去看医生好像一次两次回诊之后就好了。可是有时候中医生呢，因为要调整你整个身体五脏六腑，它需要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或者是说在调整你从西药到中药这个过程里面是需要时间，所以治疗是需要有耐心的。那你如果真的是认定，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大家还是就跟医生做好一些配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我想其实吴教授，很多人真的是面临失眠的问题，您今天也提供了很多的方法。那最后，我可不可以请吴教授您来帮忙做一个总结？因为大家就是面对失眠的问题，确实是很痛苦的。那你可不可以给他们一点点的鼓励？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给他们一些更好的让他们可以 take action， 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治疗啊，或者是说调整自己的状态，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做到一夜好眠呢？好，我再讲一个，其实心情很重要啦，就是说，嗯，很多人在担心我睡不着，明天要怎么办？我睡不着，明天要怎么办？然后我睡不着，我会得肝病，然后我会爆肝，然后我睡不着呢，我会不会长肿瘤？可是很多人就一直在担心这个，一直在担心这个。我说所以你一直担心呢，其实我会跟病人讲，你要想最极端的方式，就是说你在担心这个，像有一些人在担心他儿子啦，担心他女儿啦。我说你这样子躺在那边担心3天3夜，你儿子就变好了吗？那你担心3天3夜你就失眠就好了吗？你担心你的肝病就变好了吗？那你嗯，担心有没有用？他们都没有，跟我说没有用，对，没有用。那你干嘛一直担心呢？那你嗯好，你担心你这样子，那假设好，你想你今天就翘辫子了，那这个世界就因此停止了吗？你翘辫子了，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在转动，所以一定要嗯，有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心态。你就是说，反正不管什么事情，我就专注在听我的呼吸。所以其实睡前还可以听一些心灵音乐或是共振的音乐，因为我一直强哎，调，其实一个共振的频率呢。它会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甚至有一个安神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说，法国的精神科的医师呢，他说真正快乐的处方就是去晒太阳，散步15分钟，每天晒太阳散步十五分钟。其实我也建议很多的，因为晒太阳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产生自然的褪黑激素。所以大嗯家一定白天一定像很多忧郁跟躁郁的人，其实就是走不出去，所以没有晒太阳，一直活在阴暗的角落，所以他的共振频率也很差。所以你记嗯得，你白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想办法去走个15分钟到20分钟晒太阳。你如果是怕晒黑的话，其实你把你的脸包起来，就穿个短裤短袖去晒一下，我觉得是有效果的啦。所以是我会建议，不管你睡不着，你有忧郁、恐慌、焦虑，你其实白天一定要去晒个太阳，然后你可嗯以听一些心灵的音乐。其实我以前组了一个乐团，所以我听的都是热啊，门音乐，但是呢，哪一方面的？就是就是我听的流行都是音乐都是吗？流行音乐的，像那个哦Michael Jackson 的哦啦，Michael Jackson，Bon Jovi 的啦，这一些哦，反正都是很摇滚的音乐。但是慢慢的是呢，年龄越来越大，然后我就听一些比较类似心灵上的音乐，所以。嗯其实我刚刚也跟病人讲，我刚刚在嗯看门诊的时候，我的音乐放的是这个准提佛母神咒，然后我啊在针灸的时候，我的大脑是药师佛咒，一直在像放录音带这样子在放的，所以其嗯实嗯这些对我们的睡眠都有帮助。那不管是什么，其实只要是共振频率很好的音乐，你可以晒太阳那这嗯些都可以帮助睡眠。再来，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担心。因为你担心那件事情不会变好，你的身体不会变好，你妈妈、你爸爸的身体不会因为你担心3天3夜没睡好，然后他的身体就会变好。你应该要先睡好，
你才有能力去处理你担心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所以我认为心态非常的重要。那是的，其实我会花一个时间帮病人做一个那个重新洗脑的一个动作，比如那可说，以，对，就就是刚刚我刚才讲的，这这一段对对话，对，还对对对，蛮重要的。其实担心不会让嗯，你的身体变好，是不会让你的睡眠变好，不会是让你的儿子、女儿身体变好，不会是让你爸爸妈妈的身体变好，反是，而你自己身体会不好。所以嗯你只好专注在呼吸这件事情，然后你睡嗯，好了，你才有去体力处理你担心的事情，这才是是的。最重要的心态。我想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吴教授哦。每次吴教授来呢，不只教我们一些养生的一些很好的方法，那也可以从我们的健康的角度，我们的整个的情绪里面去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尤其是失眠，真的是跟我们的情绪还有我们的思维有很大的关系。吴教授今天传授了很多的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大家，不只是今天能够睡好觉，我希望在未来你都能够保持这种很平静的心情，然后很好良好的心态，不只是睡好，还有更有精力、更有 energy，然后还有更有正面的心态去面对你的白天、你的未来的每一个挑战。好的，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吴教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吴教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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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教授。拜好，我们拜。拜拜。哎呀，每次跟吴教授做直播，我就是很舍不得离线，因为其实啊，吴教授有很多精彩的，不只是他的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哦，像刚才他提到的一些，哎，我们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心情变安静啊，怎么样去思维，还有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除了让我们自己睡好觉，就是隔天你会有更有很正面的精神，可以去面对你的挑战。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了，我们今天聊到很多自然助眠的方法，就是像泡脚啊、耳穴的按摩啊，还有吴教授的乾坤线、海薄荷按摩，还有安眠的一些饮食跟药膳。我想这些方法也可以简单又很实用，帮助你找回属于您的安眠好安稳的一个好眠。所以，如果今天或者是说您过去真的是有失眠的问题，你今天就打算尝试，麻烦大家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你隔天告诉我，哎，你感觉怎么样啊？说不定啊，也可以帮助更多正在失眠的朋友。好了，那最后呢，我们再提醒大家哦，别忘了帮助九九健康咖这个频道呢，让更多人看到，所以记得订阅，还有健康1+1，帮我们按赞分享，把健康的力量传递出去。那祝大家今天晚上就能够一夜好眠哦！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